Python 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程式语言之一，它的特色是标准函式库相当的完整，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点太过于完整。很多在标准函式库里头的模组，你甚至看到之后会觉得说，真的有必要把它列入标准函式库吗？好像是 IMAP、PUP 的这一些处理 email 的底层协定，然后还有什么 WinSound， 真的有必要在标准函式库里头让你在 Windows 的电脑里头发出一些哔哔叫的声音吗？还有 DBF， 这是很早以前大家在 Unix 系统上面会用的一种资料库的格式，中间可能有很多历史上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它的功能是非常多非常完整的。但是因为 Python 模组的写法，它可以让你除了当成模组来用之外，也可以当成 script 来用，所以很多它的功能其实你在命令列也可以拿来用。举例来说，大家最常用的可能就是 pip， 用 Python pip 就可以呼叫 pip 的功能。现在如果把它按下去，你会看到它跑出所有的pip 的命令列的 help 选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打 pip install 什么东西，然后就可以把它安装上去了。当然我随便打，不要真的有这个东西啊。好，不过总之 pip 是大家很常用的其中之一。那你用 -m pip 有一个好处是你不会搞错。当你直接打 pip 这个命令列的时候，有可能它会使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Python， 所以很多人常会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明明用 pip 安装，但是没办法 import， 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你的 pip 跟你的 Python 是不同版本的。另外一个大家也常用的东西是 venv， 然后用来建立虚拟环境的。但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也可以用 -m 的方式来使用，其中之一是 list， 这是一个彩蛋。如果你有写过 Python， 可能会知道你可以 import list， 它会把 len of Python 把它印出来。Python 别的不说，处理彩蛋还是相当认真的。它除了让你 import 进来之外，你甚至还可以在命令列上面使用。当然这个命令列工具是没有什么用途的，不过因为 len of Python 的作者 Tim Peters 最近跟 Python 软体基金会出了点事情，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秀一下，表达对他的怀念。那真正大家会常常在用的工具，其中一个是 http.server， 它可以在你的电脑上面开一个小型的 HTTP 伺服器，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连到这边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其中的这些档案了。当然如果有 HTML 档的时候，你的浏览器也会把它的网页内容显示出来。相关的功能之一是 Web Browser， 如果你在 Web Browser 后面接上网址的时候，它会帮你开启你的系统的浏览器，然后它就会真的跳出这个网页出来了。你用 NT-Gravity 它也会跳出 XKCD 的这个网页出来。对于做彩蛋还是真的很认真的。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想要看一下刚才的 NT-Gravity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 module 的内容，我们可以使用 inspect Python inspect， 这边我们就可以进去看里头的内容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更复杂的模组，像是 zip file， 你就看到它可以完全看到里头的内容了。当然我也可以挑里头的 main 函数来看。如果它真的太长，我只想看到相关的 class name 或者是函数名称的话，我可以用 pyclb Python class browser， 然后刚才叫做 zip file， 我们就可以列出里头的函数以及 class。刚才这两个工具也可以对你的 local PID 来用，可以当做一个快速的检查器。讲到了 zip file， 其实 zip file 也是一个相当有用的工具，刚好在最近它也帮我节省了一些时间。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让你压缩、检查以及解开 zip 档案的工具。怎么使用呢？我们一样用 fzf 来找一个 zip 档，然后我们用 python -m zip file 把它的内容印出来。比方说这是一个 test package.zip， 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当然你可以做解压缩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 zip 档案。你可能会说我本来就有 zip 啦，命令列也有 zip 或者是 unzip， 但是很可能的事情就像你看到跟我现在一样，很可能其实是没有装 zip。 虽然 zip 已经常见到我们会误以为我们的系统大概都会装它，但是出乎意料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你的系统其实是没有安装 zip 或者是 unzip 的。特别是像我常常从不同的机器跳来跳去使用的话，很多机器其实是没有这个 zip 档案。那偏偏我们资料集下载或什么东西下来了，又是需要用 zip 去解它，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就是一个小小的 zip 档案。过去可能我们就直接用 apt 安装，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是要很快的把它解开的话，那你就用 Python 的可以节省你的
不少时间。像我们这种常写 Python 的机器里头没有 Python 的几率会比没有 zip 或 unzip 的几率小很多。另外一个好用的工具也有类似的效果的是 Telnet， 在 Python 里头有 Telnet Lib 这个工具，它可以当做 Telnet 使用。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连到这个还蛮知名的网站，它其实是 Telnet Port 23连进去的，它会显示星际大战的电影内容，它还有 IPv6 的版本，不过这边是原版的你可以看到它用文字的艺术来显示电影的内容。那一开始就是著名的它的 logo 在街上后面的这一堆字，我们可能看到前面一点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电影开场的内容，这个所有的动画都是用文字艺术来表达，当然这边没有声音所以它的对话会以文字的方式来显示。那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我没有把它看完过，但是有看到还蛮多的地方。不过 Telnet 最近真的是比较没有用，有了 SSH 比较更常用的情况之下，以及你真的要连一个 port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 Netcat 来连，所以已经非常非常久不需要 Telnet。 但是在有些很少的情况之下，也许还是会要用到，这个时候往往才会发现根本你的机器上面没有安装这个工具，你甚至要用 apt 安装的时候都有点怀疑是不是 apt install Telnet 可以来把它安装起来了。如果就真的是这种情况之下，刚才的 Python 这个模组就有可能帮助你来使用。不过我觉得它的用途真的有点少了，一方面当然是连 PTT 都已经不支援 Telnet， 另外一方面是它的这个工具其实写的并不是那么完整。比方说我现在连到这个用 Telnet 的地图网站，我直接连的话，它应该会喷错给我。你会看到它喷的一个错误就是它 ASCII code 的解码错误。所以我觉得跟 zip file 比起来， Telnet Lib 的这个模组的用途比较局限。不过我们顺便列一些 Telnet 可以连进去还蛮有趣的网站，像这个地图网站，如果我们直接连进去的话，这是可以滑鼠可以控制的我现在就直接用滑鼠控制。我们来台湾这边看一下好了，方向键滑鼠都可以控制。我们来连到台湾，到台湾这附近，我们再往上移一点点，比方说这边就会看到更细节，连河流还有各式各样的街道地名都可以看到。如果再放大一点，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中文的地名，再把它放大一下看看。我们在这边桃园的可以看到这边有公车总站，还有一些市区的一些地标。另外一个还蛮有趣的是 tailhack.com， 里头有很多指令你可以使用，包含我这边可以使用2048，它就有一个2048的游戏让你可以玩，快速就2个键让它跑一跑。好，它也可以用 Elisa 一个古老的 AI 对话程式，它会说我们可以问它 How are you doing， 它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它会做一些很简单的对话。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都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下西洋棋的网站，可能也有很多，那你可能会找到一些像是 MUD 的这种游戏，像这是其中的一个 MUD 的连线。如果对这一类的伺服器有兴趣的，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的描述栏里，有兴趣的话可以玩一下看看。附带一提是，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使用 Telnet， 你可以按 Ctrl 右方块键，你可以到这个控制的地方按问号，它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操作，如果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进来看一下，至少你可以跳得出去。还有工具是 Calendar， 也就是日历，你可以用 -m Calendar，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份日历。如果你在命令列工作的时候，也许这会更快一点点。你可以使用 help 来看它更详细的参数，来控制它显示的内容。还有一个不错的工具是 SQLite 3，因为 Python 也把 SQLite 3放到它的标准函数库里头，所以你直接跑这个 module 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的完整的一个命令列工具，你就可以去操作 SQLite 的程式库。还有一个不错的功能是，你可以使用 Pico 相关的工具。如果是像是 Parquet 档、CSV 档或者是 JSON 档，我们有很多工具可以来在命令列上检查它。但是 Pico 档毕竟只是 Python serialization 的一个格式，所以比较少有程式会支援在命令列来检视它。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找一些 Pico 档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Python-Pico 来看它们。我们找一个 Pico 档来看，你可以看到我这边随便挑了一个 Pico 档之后，它的内容就会被印出来了。我加一个 less 来慢慢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很多时候它的档名是 PKL， 所以我们换成 PKL 来看看。比方说我这个 ASType 的 Pico 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因为
Pico 档是跟着 Python 在一起跑的。以这个例子来说，你必须先要 import NumPy， 你才有办法 load 这个 Pico 档。另外工具叫 Pico Tools， 它可以在比较安全以及被动的情况之下去看它的一些比较低阶的内容。比方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有用到 NumPy、ND-Array、NumPy 的 Multi-Array 这些它的格式里头的内容。其实 Python 也有 JSON tool，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layer.json， 它的排版并不适合人类来读。如果我们用了 Python 的 JSON tool 来看的话呢，它就会变得比较，至少让我们可以读。不过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可以取代，所以应该也只有像刚才的 Zip 或者是 Telnet 的情境，你的机器有真的没有看这些 JSON 档的工具的情况之下，它才会有用。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模组相关的，像是 Telnet 的一些有趣的网址，以及有一个网页整理好非常多的 Python-M 的这些工具，我们会把它的网址放在我们的影片描述档里头。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